封剑侠，你们的故事，唐某听了，兴趣有，但不多，值不上在下奔波的价码。某以为唐公子是个顾念朋友之人。唐某没有朋友，又谈何顾念朋友？封剑侠，你误会了。可是唐公子，别可是了，人家都说了，人家没有朋友，你还想和黑心狐狸做朋友？怎么被吃的只剩骨头？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唐公子。 有话就说。刚刚什么情况？你们昨晚不还相谈甚欢，怎么突然就翻脸了？那天江澄告诉我，最早让他吃下星鬼九星丸之人是风传香。怎么可能？他们不是生死之交吗？赤云，你一向嫉恶如仇，我怕你忍不住。背信弃义之人，我确实不会忍。老子这就跟上去看看，要真是他下的毒，老子一刀就把他宰了。赤云这是要去哪？阿谁姑娘，我得跟过去看看。我相信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 你想问什么？公子想让池大哥跟着封剑侠，为何不直说？被人指使和自己主动，对别人来说可能差不多，对池云可是有很大的差别。大部分时候，我更愿意让他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。我以为你会问另外一个问题。什么？手。 昨日，你明明看见我受伤，且他就在你眼前愈合，你不好奇？阿神只是觉得，每个人或许都有不想为人所知的秘密。姑娘，你很聪慧，但很可惜，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。 池云和钟女侠都下船追踪去了。现在的船上只有姑娘你我二人。阿水姑娘，派你来的人难道没有跟你说过唐丽慈有多危险吗？ 阿水姑娘，你是豪府唯一的幸存者，也是刘岩选中的证人。告诉我，我的朋友刘岩为什么会选你？我不知道，唐公子。抱歉，是在下失礼了。唐公子，你的道歉根本不是出自真心，因为你不在乎阿谁是否原谅。你为了获得想要的真相，不惜用最粗暴的行径试探我，一点也不在意别人的想法。可这样的唐公子，却愿意管封剑侠和江公子的事。公子能告诉阿谁，这是为什么吗？ 刘演将你留在我的身边，果然有他的用意。
什么？跟我来吧。这是哪？花溪。江公子与封建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唐公子，你不是不愿意帮封建侠了吗？还是唐公子是想与池云兵分两路，一起调查江少门主的事情？你猜对了开头，但却猜错了结果。在下确实毁了与风传香的约，不过我来这里是因为13楼将线索指向了这里。13楼有全天下最厉害的杀手，和江湖间最齐全的情报，只要你付得起价码。那座楼在什么地方？13楼位置神秘，江湖鲜有人能知晓。但若想与他交易，就要去往他的前哨站不换楼，付出沉定。阿谁不解，既然如此，唐公子为何不直接去13楼买江少门主与封建侠的真相呢？刘演布局这桩桩件件，就是想让我在雁门的穷追不舍之下，迫不得已再去一次13楼买消息来自证清白。可唐某束手就擒，打乱了他的计划，于是他又派来了风传香。只要我不依他的计划行事，这一局他便赢不了。所以公子便将封建侠踹下了水。可封建侠为什么会听命于刘演呢？这便是我们此行的意义了。江湖上的事，真让人匪夷所思，又让人毛骨悚然。叨扰，有主之宅，进门叨扰，方是礼数。你认为江城和风传香哪一个说的才是真的？江城说，下毒之人就是风传香。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说谎，但绝不可能在将死之时，在未了的心愿上去撒谎。所以，江城的话一定是真的。至于风传香，言语可以骗人，恨意和杀机或许可以通过巧妙的隐藏而不被人发现。但一个人住过的地方，天长日久留下的痕迹不会骗人，尤其是友情。就算他能骗得了1日、10日，但是他又如何能骗得了每一日？花月照江风。他们两个说的都是真的，可究竟是什么样的误会，能让他们这么好的朋友不能当面说清楚？既然他们两个说的都是真话，缺的就是一个不能说也没有机会去解释的误会。替江城压制毒性之时，我便发现他体内积毒恐有鲶鱼，因此半年多前，江城来找风传香时，他就已经身中星鬼9星丸之毒。只是他自己浑然不知此事。风传香为了帮他延缓毒发，只能暗中继续让他服食邪丸，将其混进食物当中。可不巧，正好被江城撞见，所以产生了误会。我本就疑心豪府血案后，为何13楼送来的是榴莲小筑血案的线索？现在我更加确信，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。可是公子早已知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，也知道卷入此事是刘演的布局，为什么还要来这里一趟？这一切不过是唐某的推测，是真是假，入局还是先局，一探便知。